你现在看到的这则新闻很可能会在几天后消失，但新闻里提到的这个病毒，每一次出现，世界卫生组织会立刻把警戒层级拉很高，并不是因为它案例很多，而是如果它真的跑错方向，人类几乎没有容错空间。最近，印度再度通报利百病毒 Nipah virus 血症案例，虽然病例数不多，但当地医院第一时间升级防护，疾管单位直接进驻。因为他们很清楚，这种病毒只要晚一步，后果就不是几个病例能形容。如果你想了解利百病毒完整传染源、临床症状、防护方法，请看我之前的 EP14 影片，内容已完整拆解过。这一集我要带你看的是：第一，印度疫情背后真正让国际关注的变化；第二，两种不同病毒株的差异与风险；第三，为什么台湾不用恐慌，却仍要列为法定传染病？第四，一个听懂就很专业的指标 R0 值。先讲一个很多人不太注意的背景事实：利百病毒虽然常说是蝙蝠带病毒，但更精确的说，目前已知的自然宿主是属于胡蝠属的果蝠，也叫 Flying Foxes。这种胡蝠分带病毒却往往不显病。台湾确实有胡蝠等果蝠，但关键在于，经过多年监测，台湾从未在任何本地蝙蝠身上验出利百病毒，也是目前风险评估能站得住脚的核心原因。也因为台湾蝙蝠种类与印度、孟加拉等地不同，飞行距离有限，本地没有病毒自然传入的生态连结。现在重点是，这次印度疫情为何引发关注？利百病毒分为两大类型，第一型是1998年的马来西亚猪，主要是动物传人，人类多半是意外感染，人与人之间几乎不会持续传播。但第二型孟加拉猪才是让公卫专家头皮发麻的，它的致命特点有二：首先，它感染途径更加广泛，不止生噎着肢，任何可能被胡蝠的尿液或唾液污染的食物，或破损水果或汁液，都有机会感染。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株已被证实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，尤其是在医疗照护、照顾者与患者密切接触的情境下。这两点正是公卫单位不敢掉以轻心的关键。那么，目前印度这次疫情的情况是什么？公开资讯显示，病例仍然集中，接触链可追踪，还没有看到像新冠那样大规模无法解释的社区传播。但这只是目前的情势，而不是代表它永远不可能。接下来一个很重要但很多人忽略的进展是，检验方式已经比过去更完整了。如果你还认为检验方式只有 RT-PCR， 那只看到了一部分。在利百病毒的急性期，确实用 RT-PCR 检测病毒 RNA 还是第一线诊断方式，但现在公卫单位更在意的是有没有被我们错过的感染者，所以现在会搭配 ELISA 抗体检测去测 IgM 代表近期感染，和 IgG 代表曾经感染过。透过这种搭配，我们不只是抓到一个算一个，而是能回头拼出整条潜在感染链的全貌。好，现在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台湾呢？会不会是下一个？是不是要开始囤防疫物资了？根据疾管署罗署长的评估，目前答案是不用恐慌，理由是 R0 值。R0 值是什么？它指的是在理想条件下，一个感染者平均会传给几个人。如果 R0 大于1，代表病毒有可能在人群中持续扩散；如果 R0 小于1，代表即使有病例出现，感染链也会慢慢断掉、停止。目前利百病毒的 R0 观察数据大多落在 0.2 到 0.7 之间，远低于像新冠这种可以在人群中快速蔓延的病毒。这正是为何台湾目前评估风险尚在受控范围。但你会问， R0 小于1就没事了？这里要提醒一件事，风险低不代表不用处理。利百病毒的致死率高达 40% 到 75%， 这种低传染高致死的特性，让我们几乎没有出错空间。因此，疾管署预计在今年3月将它列为第5类法定传染病，正式把通报、隔离与疫调纳入法律规范，提前织好防疫网。最后一句话帮你整理，
立百病毒不是现在最大的威胁，但它永远都在需要被密切盯着的名单里。如果你希望我用一张表把立百病毒、新冠、伊波拉在传染力、致死率、检验方式一次比较清楚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让更多人在看到疫情的时候，不是先恐慌，而是先理解。我是1减10QQ，这里是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们下次见。